大家午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全球大量化。今天同样邀请到我们最喜欢的来宾郭正亮老师，老师好，大家平安。好，老师呢在先前就一直告诉我们，今年其实是在看国际关系一个很特别的年啊，因为有很多事情先前没有发生过，比如说呢，在现在可能美方它越来越确定，越来越笃定，中方就是一个真正跟他是平起平坐，而且呢，人家中方现在他们也召开了这个 BRICS 之外呢，今年这个月份也要召开“一带一路”峰会，从中亚 BRICS 然后到“一带一路”，一连串下来，你越来越看到它就是美国你必须要担心的对象，而且呢是非常笃定的就站在你眼前。好，另一件事情，以后来请教一下亮哥，这个星期呢，很多人就是看不透啊，为什么啊？原因是因为美国史上第一次众议院的议长竟然被罢免，而且有趣的是，还是被他同党的同志给罢免。这件事情让大家想不透了。来，美国的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还记得吗？9个月前他上任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史上第一次。为什么？表决4天，投了15轮，好不容易给他当上了众议院议长，结果现在呢说，因为他在政府要关门前1个小时，那跟民主党这边呢，他们达成了一个共识，说好，那我们延长，先不要让政府关门，让大家有个时间能够处理缓冲一下。这件事情说让他的同党同僚不开心了哈，直接就问说，你到底跟拜登签了什么样的一个协议 under table 吗？好，你是不是有跟乌克兰是有关系？虽然他当时呢让政府延长不关门的那个相关的预算没有乌克兰，没有给乌克兰的钱，但是呢这一些相关的作为已经让他的同党同僚不欢喜。好，所以呢就直接说，你当时在竞选的时候你就说嘛，如果说要罢免你的话，谁都可以罢免你。好啊，我就来罢免看看。结果过了，然后本来呢他挺这个民主党，民主党也没有人要挺他，因为民主党说不是啊，你反我们拜登啊。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美国政治好奇怪这个是佛罗里达州的一个议员提案啊，那个议员是极右翼的共和党，那听说想要选州长啊，所以也是为自己造势了啊。不过因为当初麦卡锡15轮投票的时候做了让步嘛，对，说只要任何人提案都可以表决要不要罢免我，是啊，那结果人家就来利用这个职权啊。事实上，共和党进入议场的只有11个人，那可是有8个人投赞成票，啊，那这个当然就是坚定支持川普的人啊。那因为川普在场外喊话，说这个政府关门的预算绝对不能够妥协啊，就要让他关门啊，让司法部跟联邦法院都拿不到钱这样啊。那对川普的诉讼，当然川普是说政治迫害了啊。就不能够实现这样啊，所以国会里面就众议院确实有一些人要帮川普出这口气了。可是重点是民主党有208人投票，所以后来通过是216嘛啊，这个事实上比较耐人寻味了。因为如果你现在把议长给干掉了，那你11月17号那个政府关门法案怎么审啊？你现在不是增加变数吗？因为光是一个新的议长人选，只要再来投票，那要花很久的时间啊。也不知道他态度怎么样。那共和党也要初选，对不对？然后国会还要再投票啊，然后你这个政府关门法案只给了45天的缓冲期，17号就到期了嘛啊，所以一般预计大概11月初大家就要来看这个政府关门法案怎么过嘛，因为有12个拨款法案要审，那目前是完全没有共识哦。所以民主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投 yes 啊？讲白了，我认为白宫有受益，我认为白宫没有意见，不可能有208个民主党人出来投票了，不可能完全没有，大家都是同样的意见。您的意思是？对，不可能白宫没有做确认啊，说这个人给他死这样啊，那就是因为麦卡锡对拜登提出弹劾案，对啊，所以我认为拜登就是疯了啊，就这个是弹劾案是绝对不会过的，因为弹劾案基本上这个我们说这个提出弹劾，然后要确定要过到2/3啊，所以顶多只是骚扰你而已啦，可是你政府预算要过你这个等于是
造成了一个炸弹，所以昨天美股瞬间跌了500点嘛，对，然后后来再拉起来变成400多点这样是啊，你就知道人家怎么看你嘛，就是你麦卡锡换下来，然后换上来的共和党，搞不好比他还强硬，更阴，对不对？然后更倾向跟民主党对抗啊，所以我不知道民主党是怎么计算的啦啊，因为麦卡锡虽然表面上也说他支持川普啊，那也说他是鹰派，可是这个人基本上是可以妥协的。他相对理性哈，看起因来是这样。为也不是叫理性啊，叫妥协了。叫妥协哦，就是基本上他是可以谈的了。那结果你现在把麦卡锡干掉，那你怎么有把握共和党接下来换上来的议长会更容易处理呢？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就是对11月17号美国关门的是不是能够顺利解决啊，投下了一个极大的变数了。但因为现在是代理议长啊，事前也没有发生过，所以大家也不知道这代理议长他的职权到底到哪里。不可能一直给他代理了。他现在也没，现在休会啊。对啊，现在休会，所以他没有职权啦，也没事啦。所以就是大家现在看的是接下来要选谁当议长嘛。那这个代理议长选不上了。对，因为当初麦卡锡就故意找一个比较没用的人来当了。但因为麦卡锡他们是这样，他们的就是他可以在当议长之前，他先给一份秘密名单，因为他其实呢基本上是美国总统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情，副总统之后，就是众议长了，他是第三继承人，其实也是蛮重要的一个位置。然后所以呢，现在就变成他给的那个秘密名单，那个秘密名单里面呢，就是谁会来顶替他。那也有人说，那你麦卡锡要不要再回来？他说我不要了，我不要再回来，我不玩了。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到底后续会怎么样的发展？不知道啊，原因是因为其实现在就像刚刚亮哥讲的，两边是一个分裂的状态。那拜登好像也就是你要玩我就跟你玩，那我也没在怕。对，可是这个比较不可思议。对，因为共和党当然要不断挑战你嘛，对啊，因为他是在野党嘛，对啊，所以他当然希望你越乱越好嘛。那最好预算没过啊。就是我让你觉得你拜登政府就是一个乱字，对，然后他明年共和党就比较好选嘛。对啊，很正常啊。结果你民主党投票的人有208个，所以你怎么解释呢？所以我说这个叫做，我认为这个就是对局势太自信了，因为我跟你讲，这个只要投过了，可是他现在的民调跟那个川普两个人是，有的时候他还输是啊。那他这样子对他到底有什么好处？不是啊，因为谁叫你要弹劾我？就因为这样子，本来就是啊，个人就是在报仇嘛，完全就是这个。我觉得就是这个因素啦，不然不可能有208个人出来投票啦。因为要罢免议长这种议题，民主党不一定要陪着玩啊。所以一定是白宫有表态啦。所以他们才出来投票啦。那就是拜登跟他们讲说，这个人给他死啊。他既然提弹劾案，所以给他死啊。可是问题是，下一个共和党的议长搞不好更凶悍啊！你根本没有办法控制嘛。而且这个东西只要成功了，我认为就有可能再搞你。就共和党的人就更敢，这个好我就让你难看啊。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让民粹的力量走得更远了。这个等于是鼓舞了对手了。那。这次提案的那个8个共和党莫名其妙就赢了，对，就8个人，我认为他们也没有期望会过了，因为共和党的多数其实是不认为应该要让他过的，对，甚至他们现在还说我们要把那个提案的那个人把他踢到边边去，叫他去加入民主党，他们是生气的，所以就说支持麦卡锡的共和党还是多数嘛，那结果少数8个人窝里反，那你民主党就配合演出了啊，那这个是。真的有利于民主党吗？我真的打个问号。因为毕竟多数还是共和党啊，你怎么投票，应该也还是共和党的来当这个众议院议长才对嘛？一定是共和党。对啊，那到底为什么要这样？而且大家很多人不太明白，到底拜登他的想法是什么？因为川普也说了，为什么我们要一天到晚打自己人呢？这是不对的啊！川普说这个行为不明智。好，可是问题是接续的人会是谁？现在还不知道。佩洛西弃权。所以你就知道 Pelosi 真的是比较了解议事，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就是拜登干的啦，因为连 Pelosi 都没有 ，Pelosi 人不在，Pelosi
对，然后他人在旧金山参加另一个那个议员的，就是告别式，就表示对，他如果认为这个议题重要，他一定会来投票的啦。对，所以他事实上也不倾向这样干嘛。他可能大家各有各的想法，拜登现在想法是什么不知道，好，但是民主党呢现在有更多的动作了。这个是美国参院的领袖，叫做 Schumer 哈，是非常资深的一位参议员。他现在呢说，他10月就已经确定了这个行程。这个行程其实不是只有民主党，还有共和党的人，就是他们一起2党的这个参议员，然后一起呢到中方来访问，不止中方，还要去日本，还有韩国。好，同时他们说什么？他们说我要见习近平。那我就想请教一下亮哥，你怎么看？因为我看到中方的回应，有人直接问他们的外交部回应就是说欢迎他们来，但是呢，就是欢迎他们来，到底会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安排，不知道。好，但是如果他去到那边的话，因为他已经讲了，他要谈的就是美光，日本比较给面子啊，日本一听到他们要来，现在呢就看到什么，他们要对美光批准这个补贴422亿，相较于美光科技在日本投资计划的将近有40%左右，就是40%多，是蛮高的一个金额。你怎么样来看这个举措？有可能，因为基本上国会议员就是他还是需要一些场合，需要一些声量，所以他讲话也会比较直接一点点。但是他又点名他要到中国来访问，到底他们是一个怎么样的做法？不，每年都有美国国会议员去访问大陆啊。对啊，那只是说你见到谁这样啊。那这个 Chuck Schumer 他根本就不是能够主导国会的人啊。所以中方大概就是他能够见到李强就算非常好了啦。我甚至认为中方会给礼遇吗？你觉得？不，礼遇一定有啦。这就是一般的国会议员来，就是这样啊。那可能你要谈美光，那科技部可能就跟你见吧，商务部长跟你见吧，这当然有可能啦。那他们也是在交差啦，因为可能收了美光的政治现金嘛，总是要交代一下嘛，要演一下，对不对啊？那中国大陆也会跟你讲啊，这个我们没有。我们对美光就只有对骨干设施的部分做限制啊。对。那苹果不要买，那干我屁事啊！是苹果不买你去问苹果吧。我们没有讲更多，我们只说我们现在要审慎的来思考。事实上，它进的部分只有它的营收的1/10左右。对。可是结果现在美光是少了1/2。对。那其他人要跟进，那跟政府没有关系啊。一切都是大家自由意志。你去问苹果嘛。因为库克就真的不买了，是吧？是，可是问题是下一步这个要问谁？因为现在白宫已经正式的讲了，说他们去年10月7号公布的这个 AI 晶片出口大陆的限制，好，希望能够切断大陆取得 AI 晶片的这一些内容。可是这个没有具体的内容，没有具体的内容。但是你觉得他什么时候？因为他说他现在已经传出来跟北京这边打过招呼，那表示说这是我们要做的啊，先跟你知会一下，我们现在彼此双方气氛和缓。热络了起来，不要让你觉得我在突袭你。可是问题是，大家都在讲，你现在从上个星期开始传出何立峰、王毅要来，好，今天是 Foreign Policy， 他说他们有问到了美国东亚这一边的3个事务官，都讲说王毅月底就会去。那11月又卡了一个。APEC 是不是习近平要来？在今天又听到了这个香港这边的特首又在讲说，你赶快邀请我，我还没有收到邀请函。这一连串下来，再加上这件事情，有可能真的就在10月的时候会有一个了结吗？还是他就是先喊出来，没有，先放着？他可能会延后到习近平 APEC 开完才宣布。但是他现在要先喊。可是何立峰不可能这样跟你搞了，所以他一定会问你。问你内容是什么？那如果你的内容还是有新的进一步的科技制裁啦，那习近平干嘛去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看具体内容是什么啦。因为美国目前大概是倾向 APEC 开完之后才宣布。对。那你这样岂不是偷袭我？我人去了，然后你再回头来打我一个，是啊。这样也不好看。当然是啊。那。照理讲，习近平见拜登，当然就是经济清单要出来嘛，那政治清单也要出来啊，对不对？那怎么可能事后你再来偷袭的？所以你这个东西，中国大陆一定会问你是什么内容的啦，不可能就让你这样讲而已啦。而且这个新闻就是没头没脑啦，没有内容啦，
这个因为是路透社放的话嘛，对，那可是每一个新闻登的都是路透社的版本，对，就是并没有内容，那是具体 NVIDIA 特供晶片不准卖吗？是这个意思吗？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看那指的是说什么，还包括那个设备嘛，还要那个阿斯麦有跟进进一步制裁，还有日本嘛，对不对那这个有点给我感觉是，就是半导体的部分，它现在本来只是针对半导体嘛的晶片嘛，演算晶片，那日本跟这个荷兰的阿斯麦尔已经跟进了嘛，那现在要扩大到 AI 的部分，那中国大陆不可能没有声音的啦，现在时间还没到了，现在就变成是谁有求于谁的问题嘛。谁有求于谁的问题，就是你现在拜登不一定要，习近平不一定要去啊。你现在希望我来？事实上，现在连王毅跟何立峰是不是要去也没有日期啊，没有日期，都没有真正的回应啊。所以你美国如果暗招那么多，那人家不一定要去啊。那他一直丢出来，就是要告诉你，那就是你自己的政府分裂嘛。那你先把你的政府搞定嘛。我认为中国政府很可能会这样回应啊。就你到底要干嘛就一边讲这种话，一边那个路透社要登这种新闻，那你是要干嘛？立场是什么？是啊，看不出来，看不出来。看不出来，而且里面的很多，就像刚刚亮哥讲，他其实没有太多的细节，但大家就开始来问，那难道 NVIDIA 或者是这个超微他们不会有意见吗？因为他们先前又因为了去年你的这些政策，他特别改版一个中国版，然后特别这个就是要卖给中国的。那如果你现在又在改，那我是怎样？我去年才改，好不容易开始生产了，我现在又要再改，其实对于业界应该也很困扰这件事情，因为像这两家公司没有利了，美国政府不会甩他们的。这两家的 CEO 都是台湾人啊，又不是英特尔，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企业没有用啊，企业没有用，重点是政府了。重点是政府，就是政府的立场到底是什么？好，原因是因为呢，现在就像刚刚我觉得亮哥先前一直在说，其实美国他们有很多地方希望中国能够跟他们多多合作或沟通，除了气候变迁之外，之前亮哥一直提到的就是芬太尼，那我也没有想到为什么会在你一直想要邀请习近平去的一个同时，然后你突然之间又要开始针对芬太尼来做实际的制裁。他今天制裁了12个中国的实体，13个个人。当然他说不是针对中国，所以他又拉了加拿大的2个实体跟个人来进来这个制裁名单里头，讲的就是芬太尼。那当然芬太尼在目前美国国内很大的一个人口的问题，那大家也都在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可是第一就是你这个时候做这件事情，那意义是什么啊？那之前中方一直讲说这不是我们的问题，你现在又把它做这样子的一个手段，是不是又让大家觉得说，你现在是又拿中国出来祭旗？这个芬太尼的制裁的实体，这个美国的那个它相关的部门会公布证据嘛？对，我觉得这个跟半导体是不一样的。因为中国大陆一直说没有，对，那美国当然司法部就继续办案了，当然是这样那因为美国芬太尼确实很严重是，所以如果检方有相关的资料，说美国的贩卖的厂商，那可以联系到香港或中国的厂商，那美国当然有权利办案嘛。这个我觉得中国不会有什么意见你觉得这个反而他们这边的意见会比较少？这个是打击犯罪啊，这个不会有意见啦。他也不会帮他自己的厂商辩护了。重点是你的证据实据都够不够实在啦。因为上次美国有指责另外一个人嘛，那中国大陆就是就个案论个案的啦。这个不是政策的问题了。OK， 这个就是办案的问题。对，是办案的问题。这个就是办案的问题的。那所以现在美国它到底跟中方两边的问题，除了这个科技战的问题，除了整个地缘战略政治思考的问题之外，您认为怎么样来看美中现在的关系？因为今天比较一个有趣的讲法是美国避险基金就桥水的创办人达里欧他的讲法，他的讲法是说，现在他看到美中之间的那个对待很像是2战之前美国对日本实施石油禁令。他说现在不是石油，现在是晶片。而当时呢，他其实就是把日本的石油全部切断，把他的钱拿走，然后制裁他们。
他觉得现在呢，他对中方的手法就一模一样。可是他又讲了，他说其实现在大家两强之间，因为经济大家都必须要先稳住疫后经济嘛，所以没有人想要打仗，是在红线的边缘，不至于开战。您怎么样来看这个讲法？这个叫做胡乱类比了哦，因为那个时候日本跟美国哪有那么大的贸易额啊，对不对？然后日本那个时候已经侵略中国了，所以美国事实上对日本逐渐的扩大对中国的侵略，美国是有意见的。比如说，如果是满洲，美国那个时候本来要进来跟日本合作那个南满铁路的管理啊，因为日本没有钱嘛，那满洲的部分美国没什么意见了，可是到了华北，到了华东，后来又打到了那个湖南啊，这个美国就很有意见了，所以这个是胡乱类比了。日本那时候已经在做侵略战争了，所以美国本来就非常有意见，而且结合英国已经在帮助国民政府了。所以这个什么是胡乱类比啊？但接下来到底美中之间会是，如果真的讲到石油的话，今天也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新闻是，大家其实一直知道，就是现在包括伊朗啦，包括俄罗斯啊，就是被美国禁止的那些国家。日本，因为那个时候全世界，那时候中东还没有崛起嘛，对，中东根本还没有发现石油。那时候全世界出口石油最多的是美国啊。我们那个时候出口最多的是美国，所以美国断了日本的石油的来源，日本买不到啊。这个跟半导体不一样啊，中国自己做出来啦，这个完全不能类比啦。他对政治经济的历史了解的不够细致啦，这个叫胡乱类比啦。一个是能源啊，一个是这个，而且他买不到半导体的科技。日本买不到别的，因为那个时候最多石油的就是那个俄罗斯控制的巴库嘛，那个在中亚嘛，那另外一个就是美国嘛，那时候还没有中东啊。所以那个时候把它卡死了，他就真的卡死了。因为日本不可能跟苏联买石油啊，不可能啊。所以它的全部都是从美国进口的啊。那美国给你断供啊。所以日本后来就发现他的部队大概只剩下45天嘛，然后所有的机动车辆都没有办法再开了嘛，所以才会偷袭珍珠港啊。是这样来的啊。所以我说他这个对历史不熟就不要乱类比了。但是现在呢，讲到了石油，其实大家都在讲石油油价一直在飙高，对拜登的经济也不是太好啊。他的拜登经济特别明年要选举，这就是很多人美国人都要开车嘛，开车就要加油，油变贵了之后，他的荷包就会缩水，就会变少。那可是问题是呢，大家就一直在讲，所以现在是不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原因，想要稳定油价的原因，所以他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俄罗斯啊，或者是让伊朗啊，他们虽然有石油禁运，但是呢，还是可以源源不绝的在卖这一些石油。那这个是符合他们的利益嘛？现在美国他们到底在整个思考的逻辑上面，怎么样才是真正的他们的主要的核心？这一切也都符合他们的，跟他价值观不太像，但是符合他的利益。这个主要是伊朗嘛，因为俄罗斯跟沙特阿拉伯已经有这个默契了嘛。对啊，所以他们本来就要抬高油价嘛，就是要抬高到100以上嘛。对，所以美国现在就是假装没看到了，让伊朗的石油可以卖到国际社会上嘛，可是伊朗的量还是不够了，不足以影响油价了。哦，差太远了，所以拉不下来，拉不下来了，因为现在有很多地方经济是在复苏嘛，所以它是真的要，比如说要有更多的电力啊，就说现在虽然说有些地方经济不好，比如说欧洲。可是中国啊、东南亚啊、印度啊，还是在发展中啊，所以他们会买更多石油嘛。是，中国就买很多。对啊，那他们不是跟中东买，就是跟俄罗斯买嘛。对啊。所以那这样子的话，美国总统拜登他现在在明年，他现在政府又很乱，然后油价的部分好像看起来又没有办法很好的平缓，那股市呢又因为政府在上上下下，大家民心就乱，到底对他来讲，他的利基在哪里？所以才会有一个说法说。他可能会因为通货膨胀，生活变困难的是中下阶层嘛，那中下阶层大部分都是民主党的选民嘛，对，所以才会传出一个说法说，戴奇在12月要对301重做一次嘛，对，那可能用这个来取代贸易战嘛，
因为中国大陆目前3500亿的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平均关税是19.3%。那如果这3500亿有很多商品通过301调查，那可能就会被豁免。所以现在传出这个说法啊，关税就19.3会马上降下来，就变成0啊，或者是该有的关税啊。那这3500亿美元，假设有1-2千亿通过301，那就等于变相改变了贸易战嘛。这个可能性是有。那另外一个就是联准会还要升息啊。对，是啊，就是这样啊。那看起来就是经济目前的压力还是在的。虽然耶伦一直在讲，我看到一个数字，他说今年第2季 GDP 的季增年率2.4%，第3季甚至可能翻倍，会越来越好。他做梦了，怎么可能呢？我刚刚看到那数据，哇，很好哎，很好哎。耶伦一天到晚在吹牛啦，说美国通膨不严重了，现在那干嘛？油价为什么又超过100？但不知道呢。现在这个经济数字跟我们看到我现在基本上对耶伦还有克鲁曼基本上都不看了，因为他们都是在帮民主党讲话的。耶伦也不看了，不看了。哦，真的、他就是政客了，他一定要帮拜登讲话嘛。不然他就财政部长。OK， 好。对，因为耶伦其实他最近一直在看，他一直在告诉我们经济数字很好啊，然后绝对不会有任何什么硬着陆这样的一个风险啊。那他就讲说啊，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年增率超过了2%，我们可以来调控一下下。因为通膨率还是在上面啊。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呢？好，之后呢，我们可以再来看。可是现在呢，这个美中贸易战持续。那再来是欧盟了，欧盟其实它先前有这个中欧的贸易会，那个时候呢，其实谈的也还不错。可是现在呢，突然之间欧盟也说，我们刚刚讲的是美国关键技术，比如说 AI 啊等等，现在呢是欧盟，同样也跟 AI 有关系。那就讲说呢，这些 AI 半导体，我们怕技术被滥用。好，可是比较有趣的是，在这个记者会上面，大家一直在问你讲的是谁，他就是不说中国2个字，他就是说跟台湾有很大的这个贸易依存度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状况跟台湾有关系的啊，大家就开始在讲说，所以欧盟他现在的态度是什么？因为先前也说他要进，包括了电动车跟他查是不是呢有这个过度的补贴，然后要来跟他课征关税。那另一个是光电产品是不是要加征关税？然后里面内部的意见就会变成德国一直在反对，其他人一直有人赞成。到底现在欧盟它整个的态势之后会是什么？这个还没有形成决策啊，所以不用讨论啊。就等到他真的有确定决策嘛，对啊。但他一直抛出来这一方面是，因为有2种意见嘛，这是事实啊。可是德国反对啊，欧盟是共识决啊，所以不会过啊。共识决，所以不会过。反正就是2个意见，就是让它并成，不会过啦，不会过，就是不会过啦，因为你是要做反补贴调查，这个是很实质的东西啊。是，那德国反对你怎么弄？也是大国，对。不是大国啦，共识决啦，共识决的关系。那你怎么看 IMF 呢 ？IMF 现在已经有了金砖，他现在又开始在讲说要扩大中国的投票权。这个事实上以前就发生过了啦。可是美国很反对哦。这个意义都不大了。美国已经说，因为美国有1票否决权嘛，所以你怎么提高都没有用啊。因为 IMF 跟世界银行它的重大表决要85%，对。那美国一个占16，一个占17啊。所以只要美国的比重没有变，中国增加多少都没有用啊。那么中国了不起就是从6增加到7啊，就这样而已啊。就是增加那个没有什么意义了，没有意义，没有意义了。那对他来讲，因为他现在已经有金砖了，有他自己可以展现拳脚的地方了，所以这 IMF 对他来讲，其实好像意义也不是太大。IMF 中国本来就不能主导啊。对，是啊，都是美国在主导啊。所以接下来他看的就是什么？就是“一带一路”了。“一带一路”这个月即将要来进行，好，已经讲了。这个克里姆林宫监也发布说17、18说他们的这个普京即将要启程前往中国。好，可是呢，在与此同时呢，就看到有很多“一带一路”，因为10周年嘛，所以就有很多相关的报道。耿爽呢，正是在联合国这边直接讲，邀请大家一起来。那先前呢，10月2号通车这个亚万高铁，大家也说，因为是“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所以呢，在这个时候通车也非常有指标性的意义。那大家开始在讲了，现在中方下一个10年的一带一路，先前看到它有很多的建设，那有很多基本上它是真的是
出钱、出力、出人去把它给拉起来。可是，在未来10年，它整个思考的战略到底会不会转换？会像之前那样子这么样大力的投入，还是说它在区域上面会有所改变？因为先前如果你把那个图拿出来看的话，看得出来是在东南亚这边基本上它是着力比较深的。对，您怎么看？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自然的结果，就是在东南亚啦。因为它比较容易评估嘛。那事实上它10年累积大概也有2年的，大概有20%是出现坏账的状况。对。那严格讲，如果就它也有些地方就发生严重的困难嘛。那它可能就是把那个债延期啊。或者用15来抵啊，有很多方法啦。那可是这个坦白讲，任何国家来做都会有类似状况，因为有些国家就是自己治理的很乱嘛，就常常会出问题嘛。比如说巴基斯坦也是啊，巴基斯坦算是巴铁啊。对。可是它内部也有人在搞独立运动啊，那动不动就炸你啊。那造成进度受阻啊。然后他自己坦白讲也有贪污问题。也有这个管理上的混乱的问题啊，这种情况事实上，坦白说，第三世界国家这本来就是一种风险啦。可是你中国大陆既然要搞“一带一路”嘛，你就要承担风险，就像美国以前帮过拉丁美洲一样啊，也是一屁股债啊，对不对？所以我是不认为这个叫债务陷阱啊，因为第三世界要发展本来就该借钱，不然你钱要从哪里来？你根本没有钱嘛，我就是没钱没。那你要不要盖大的建设？你以为每个国家像台湾这个10大建设可以不用借钱？这种国家很少那你如果要做大建设，造成你内部的产业的升级，那你就是要借钱嘛。那美国以前也帮过很多地方啊，那也是一屁股债啊。那我认为中国大陆应该不会再像之前10年这样，就是。它可能会比较精准性的放债了，也就是说对财务评估会比较严。以前其实给蛮多 favor， 比较松啦。你就是你需要好，我来帮你，好像很少比较听到少听到拒绝。以前我认为有这个，因为看到这些困难的国家啊，因为中国大陆也走过那段时间嘛，所以就有一点好像比较愿意帮忙啦。那事实上有很多计划都超过10亿美元，那10亿美元以上的钱你到世界银行大部分都借不到，因为那个粥少僧多嘛，所以世界银行大部分的 case 都是几千万1、2亿都是这种性质的，那这个做不了大事嘛。那很多国家想要让自己提升比如说我随便讲一个例子嘛，比如说辽国中老铁路，中老铁路中国大陆支援了35亿美元好可怕那总额是59亿美元。我跟你保证，他在全世界都借不到。你一个内陆国家，你怎么借钱？所以谁愿意帮你？那中国大陆就是因为它是邻国嘛，那就来帮你嘛，那可是很多西方国家就来批评说中老铁路一定会造成老挝的严重债务，那确实也是事实，因为它的 GDP 也没多少钱，所以它怎么去还？那就牵涉到它的沿线的土地开发、经济发展有没有被带动可是这个都不能打包票的。那中国大陆可能是用经营40年到50年的融资这个角度来支撑你这个 case 嘛？那全世界有哪个国家可以做出30年贷款很少啦。他还40年到50年。对啊，半世纪。国与国之间，我坦白讲那贷款要超过10年非常困难那中国真的就盖了中老铁路已经通车了所以今年就有人说，那个榴莲今年91%都卖到中国，因为铁路通车了。真的就是这样，就是因为中老铁路，所以泰国啦，很多国家的榴莲就可以，因为它要抢先嘛，它不能放太久嘛，那就透过这个铁路就很快进入中国就今年有91% 是消费在中国这样，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有很多东西当然就是那个在地国争不争气啦。
比如说我跟人家借钱，那盖了一个基础建设啊，那我是不是争气我做起来了啊？那这个那有一些国家就成功了，有一些国家就失败啊。我就跟你讲，失败的例子有20%嘛。可是你要不要做？你作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你要不要继续帮忙人家来做自我的升级？那这个是有风险的，没有错。所以我认为中国大陆大概是第一个，就是对于那个融资贷款的评估，它可能会要求更准确了啊。那这是第一个嘛啊。那第二个就是第三世界有这么多债嘛，你要怎么处理？因为事实上这个问题，法国也召开一个国际会议在讨论嘛，就债务融资的问题啊。那世界银行也希望中国大陆能够参与这个部分嘛。事实上 ，IMF 要增加它的比重，也跟这个有关。就是说第三世界如果有金融危机，那中国要不要协助？所以让你比重拉高。那另外融资，那常常会有债务的问题嘛。那大家要怎么去帮第三世界能够比较好的管理它的债务了？那这一次我觉得比较少人会去观察它会不会有新的区域发展啊，因为只有2天啊。大家比较关心的反而是他跟俄罗斯要见面了。那个坦白讲，已经不是“一带一路”的传统范围了啦。因为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啊，你说非洲2012年之前，中国大陆就已经有很深的关系了。对啊，那时候根本没有一带一路啊，所以你就建设的很早。对，所以你就不能够说一带一路会不会这个不要只看东南亚，事实上你不能这样看啊，因为它跟非洲关系更早。那当然一带一路也有帮上忙啦，因为非洲现在只要是这个铁路啦、公路啦、码头啦，还有输配电啦，很多都是中国盖的。可是不一定是一带一路啊，你知道我的意思？有的很多是更早的。那有一些是新加入嘛，可是因为中国现在手上的工具变多了，它还有金砖啊，它还有亚投行啊，就是它不是只有一带一路啦，它手上工具会变多了。所以我现在也还没有看到它的议程啊，它的议程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更着重的应该是，他会跟普京见面吧，就是场边会的那一场，那个可能会那个可能具有更大的重要性，这样对国际政治来讲。那所以因为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比如说像他先前在区域上面第一个10年，我们很多就是在你那个图看出来最深的地方，对，最深的地方就在东南亚这边，然后中亚这边一点点，没有错零星这样一点点。但是呢，在南美这边也有一些，比如说巴基斯坦也是啦，中巴经济走廊就是嘛。对啊，可是问题是中巴经济走廊现在有一些就是只是申请一个电缆输电线都被打回票。我觉得不能这样播报新闻呐。我跟你讲，Nikkei Asia 是非常反中的啦。这个媒体我本来有订，我后来都退订了啊。因为它非常以偏概全呐。请问整个的方案是怎样？搞不好中国有通过其他方案啊，其他的项目，那你就挑没通过的来讲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不公道的报道嘛。OK。那他们常常这样干啊。所以我也不稀奇了。比如说那个亚万铁路，我们台湾的中央社还连续报道了4篇文章啊，一面倒批评啊。那你现在看印尼的态度？印尼很开心啊，是啊，可会超开心的。是啊，那请问台湾中央社在干嘛？他登了4篇文章啊，几乎都是负面报道。那这种媒体你就没有什么好谈的啦。就是这样的情况嘛。是，所以在南美这边，你觉得之后南美这边也会再增加一些重心吗？因为因为那个，这就是巴西，这个巴西跟这个我们说阿根廷啊，它已经进来了嘛。对。那可能还会有其他国家愿意参加嘛。那中国大陆事实上在南美洲现在主要就缺了巴拉圭啊。那不过这个不一定是一带一路啦。因为巴西我觉得是个别的，因为巴西就是金砖的创始国啊。对。那就是南美洲最大国啊。
所以中国大陆也不一定说是一带一路才会重视巴西啦，他本来就很重视巴西，那是因为巴西前那个总理那个 Bolsonaro 那是极右翼的嘛，支持川普的，所以中巴关系就有点冷掉了。那现在换了鲁拉上来，那可能有一个很大的计划即将进行，就是巴西的5G 的通讯，可能会让华为做。那这就是下一个了。我刚刚看到的是有马来西亚，还有也说要让华为来做，沙特阿拉伯，对，所以下一个就是巴西，有可能。这3个案子都很大哦。对，对啊，对，所以华为的通讯的部分，明年会有很大的营收哦。哦，对哦，这3个案子都很大哦。就是5G 的营收，所以巴西这边有可能在南美这边，它摄入更多是有可能就是从美国最不想要的科技这一边开始。通讯，因为他当时进也是因为。事实上，鲁拉也希望中国去帮他做基建这个基建，这个华为还算是新的项目。对，他以前还有很多啦，比如说内部的横贯铁路，因为他一直缺嘛，所以巴西的发展事实上是很分散的。因为它连不起来，就是没有基础建设交通不好，对，交通不好，对，所以它就是一直有这个困扰啦，所以可是它没有办法做嘛，所以就希望中国去跟他好好谈啦。那我们最近就听到一个 case 是巴西有一家纸浆公司嘛，那全世界最大的，然后它跟中国大陆的贸易用人民币计算，对。正式实行了。对，那巴西是最有意愿做这件事的。事实上，非美元支付最想做的国家就是俄罗斯跟巴西了。所以我认为它应该会有蛮大的诱因啦，就是中国大陆也会有很大的诱因去帮忙它做基建。所以我可以说，下一波就是除了在东南亚这一边之外，很有可能它会往南美。对，可是这个并不是一个美国的邻居这边走吗？这不是一个区啦，这个是个别国家啦，比较像个别的点这样。巴西也不能说是一个点啊，它占了那么大一块土地，很大的面积。对啊，所以中国大陆前一阵子，因为阿根廷是比较早跟中国大陆有5年计划的上的配合嘛，那阿根廷不是在那个我记得就是去北京。然后直接参加"一带一路"计划嘛，对不对？那事实上，中国大陆跟阿根廷早就有一大堆这个基建上的合作了，早就有了，那只是说阿根廷这个比较正式的来参加"一带一路"这样。那所以您刚刚特别提到这一场会议，你最想看的是他跟普京之间的交谈，因为这个会具有比较复杂的意义了，搞不好还有军事项目。会吗？会有。可是除了海军，现在我们比较常看到的，他搞不好会有军事技术合作。会有，我觉得有可能因为中俄有相当多的互补的地方比如说俄罗斯想要买中国的军舰嘛，对啊，那中国大陆也希望俄罗斯能够让他买到一些他以前不能买的东西比如说长程预警雷达。很多啦，还有它的潜舰，俄罗斯潜舰的技术比中国进步对，很多啦，所以这个大概是美国在担心的啦，就是说不知道中俄军事技术合作会走到哪里了。对，上太空这件事情也是，太空俄罗斯已经太空站，俄罗斯就要上去了，是啊，不过那是中国已发射了嘛，对。所以就是在中方跟俄方，你觉得军事上那个航天合作？你不能把它算作军事你要不要把它切开来看？那个是民间的科技之类的这种切开来看。军事合作是更直接武器上的合作所以有可能是技术上面的交换，而不是联合上面的开发。现在不知道，可是这里的潜力非常大。你觉得这会是一个看点？这个是非常大的看点。美国也很想知道的内容。美国非常担心这一块。那可是现在一直，比如说普京难得要出城嘛，那大家就想说，那他到了中国跟习近平见面，这是大家可以预期的。有没有可能就直接之后转回去北韩这边跟金正恩见面？因为现在这个不确定，因为他
金正恩有邀请他啦。对啊，他因为才刚见过面啊，不需要那么密集。我认为不需要。应该是金正恩要到北京吧？金正恩有可能来吗？有可能来。对。所以这样的话，不过这个都是双边会议啦，不是一起谈啦。对，但是他金正恩来，那就表示习近平会见他。有可能啊，当然是啊。所以这一场就会变成他的那个130个国家，就是里面的内涵就会非常的丰富。我觉得双边他可能还会挑其他一些国家见面啦，因为他们历来的做法都是这样嘛，就是好不容易领导人都来嘛，那就会，而且可能不是集中在那2天呐，比如说前一天啊、后一天啊都有可能啊，他会安排蛮多双边会的啦，比如说亚运的时候，他就安排叙利亚跟科威特嘛，对不对？还有韩国的总理，对，那习近平不是当场跟他说愿意访问韩国，是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他们蛮会利用这种场合啦，来做一些外交上的试探。而且每一个场合，我发现它其实都是区域性的。比如说，他亚运的时候，就比较看到中东的一些，然后可能在“一带一路”峰会上面，他也会挑。对，可是都是跟个别国家。对，都是个别国家。对，只是说这个区域的某些重要的国家。比如说，因为阿联酋、沙特跟伊朗都已经参加金砖了嘛，对，那我就要再处理一下别的国家，所以他这次处理的就是科威特还有叙利亚，就是这样啊。那所以再这样下来，12月那个中日韩，这个我觉得就要看 APEC。如果 APEC 那个习近平真的有去啊，那中美高峰见了面，然后真的有一些清单出现，那中日韩就会变得可能性非常高，因为那个氛围就会一直延续下来，就是好的势头。对，因为韩国经济真的是不好了，所以他也希望在经济上跟中国有一些进展。那日本当然他其实也很焦虑啊，日本搞不好到12月，福岛污水案也差不多了。也差不多盯到那个时候也可以了，是不是？有可能啊，有可能。但这一切就会变成在中间，到底你拜登要不要给这个 favor？ 你可以这样讲吗？拜登，你愿不愿意真实诚意的去邀请对方来你家做客？不可能。你说不可能真实诚意？不可能，对。但是会想邀请他来，完全就是交易了。想方设法的邀请他来交易。当然是啊，因为是你有求于人家啊。可是我到目前为止我还看不出他有什么诚意的表现啊。所以我说何立峰去是一个点嘛。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不知道王毅，我认为王毅一定会跟苏立文提到台湾问题了。上一次就讲了。他们没有回应嘛，那现在美国要回应嘛。上一次讲了，现在在等他回应。当然是这样啊。然后之后看他回应的是什么，再决定他要不要真的去 DC。对，不是 DC 啦，那个应该是洛杉矶旧金山吧。对，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说，好像是Foreign Policy 讲法是说，他晚些时候会访问 DC。如果他真的看到王毅出现在 DC，他们认为对王毅啦，不是啦，我说王毅啦，就是他的会前会嘛。王毅当然，他说他看到王毅就已经，他的形容是这样，像那棵树上落下的第一个果实，王毅已经是第一个果实了，对他来说。第一个果实是何立峰嘛，经济的先行。因为那个谁已经去过那个孙卫东已经去了嘛，那个副部长已经去过了，是，所以接下来应该就是何立峰啊。他先，何立峰会见到Raimondo 嘛，商务部长，还有贸易代表戴琪，还有财政部长叶伦，应该都会见到。就是经济的让他先走，对。然后如果这一波经济的有谈的务实的清单的具体了，对，那王毅我就可以来。对，那王毅如果来谈的 OK， 那11月我们就旧金山见，这就堆叠的了。但是这个有没有办法在这么快的时间内完成？能快能慢？中美要快，一定可以做到了。重点是美国它的决策讯息必须要一致了，因为现在常常听到一些杂音啊。你刚刚讲那个路透社那个就是杂音啊，就 AI 晶片那个部分啊。那所以美国要做个决断啊，中国不可能是弱的啦，他一定直接跟你讲，那你是要干嘛？那如果你这个不收回去，那我就要怎样？
我觉得中美现在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啦，不会讲空话啦，都直接摊牌的啦。说你要这样是不是？那我就这样。哇，我觉得基本上已经到这种程度了。每一句话都有就是目标性的，对，就是我不讲没用的话，手段跟目的都非常直接啦，就这样。已经没有好来好去啊，没有意义了，没有意义了。不，因为那个拜登就是一个毫无信用的人嘛，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他没有必要再跟你讲废话了。可是拜登他现在明年要选，如果他这个中国真邀请不来，他在 APEC 这一场，我看来也是大家会对他整个外交的手段会想说，那老先生你已经就是国运经济搞得不怎么样了，那外交你的这个能项的部分也搞得不怎么样，那到底大家会不会再投给你？我想他应该会非常努力在这一块上面，就是希望习近平来这件事情。对，可是不希望没有用啊，要做表达善意了。王毅讲得很白啦，就是说我们要看你释出什么善意嘛，就是这样。对，就是有没有实质的东西出来。好，那所以呢，到目前为止看出来，美中之间现在就是对讲有用的话，讲有用的话就是说呢，我每一句话我都要有它的目的性，我都要让对方你有回应，我才做1、2、3、4，按照顺序来。那之后呢，我们在看“一带一路”峰会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在期待说，华为这边会不会有再一个什么新的作品出来？因为呢，大家看到它之后，可能我们刚提到了，在马来西亚、在沙特、在沙烏地阿拉伯、在巴西，甚至有可能他们这个5G 会持续的再继续往上推。科技这一块，看来中方现在是请全国之力，好再往前走。当然，另一个大家现在想知道就是房市这一块，想请教一下亮哥怎么看？原因是因为11啊，大家本来想说金9银10，说房市的一个热络期，现在说已经落空了。那可是问题是呢，这个恒大这个事件，大家在问说有没有可能会实际的影响到它？每一个专家讲法不一样。比如说美国媒体这边的专家，比较多人就会认为对它是一个打击，会是一个影响。但是呢，我也听过这个蔡正元委员，他就直接讲了，他说房市不会吧，房市恒大已经很久了，现在就是中国政府正式出手要来处理，然后告诉大家。中方政府不会让烂尾楼这种事情发生会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应有的，不会让他脱产，让他负责。您怎么样来看之后的这一波？恒大股票已经跌了99% 了，所以现在他被羁押嘛，那羁押要求他要把海外的钱逐渐的汇回来嘛，这个事实上就是一个司法谈判那因为他连儿子都被羁押所以他的老婆应该总要顾这一点吧？前妻，我知道了，那个前妻已经技术性离婚了嘛，所以他理论上也可以不理许家印啊，可是你儿子总要理吧？对啦，那因为他在海外的资产，我觉得大陆政府认为是很多啦，长钱看不到的，那你要不要汇回来？所以这个等于就是一个，事实上以前大陆也这样处理过了。那个萧建华，他代表的就是明天系的资金嘛，也是大量外流啊。那萧建华在香港被国安单位押回去之后，有很多钱后来是汇回去了。所以我觉得，可是这个过程会蛮久的，因为恒大这个洞实在太大了，它有很多烂尾楼那烂尾楼，中国大陆的立场，第一个他也不希望。很快的来做去化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了，因为你如果要迅速去化，那房价就会暴跌嘛。对，那其他房地产都不用卖了，因为它存货实在太多了。所以它等于是要慢慢卖，就是让它尽量能够盖完，然后已经下定的那些，听说有300-400万人户啦，300-400万户，300-400万户，对。所以就不是可能有1000万人，是啊，所以等于就是希望这个300-400万户的权益能够得到保障那可是这个时间就会拖到嘛，因为中国现在的过剩的房屋实在太多了，所以你不打折出售，那怎么卖得掉？因为你要知道现在是一大堆存货，那恒大他手上这些存货是要去化，你才能够得到资金嘛。
那你怎么会有资金？钱才出得来。这不是政府保障的问题啊。你如何卖掉你手上的存货嘛？哦，那中国大陆政府又不希望存货去化太快，因为这个会导致房市的崩跌啊。我认为中国大陆的底线大概就是大概跌20%左右。哦，会让它现在还是得要处理就是了。跌20%也卖不掉啊。因为大家还在看跌啊。恒大现在可能有一些房子已经跌到20%了，还是卖不掉啊。日本当年那个经济就是那个失落的10年啊，它房市跌到50%哎。那中国大陆不希望这样嘛，因为这个会导致你的资产负债表整个萎缩嘛。对。那整个萎缩，搞不好会变成通缩啊。哦，那也是然后你的银行怎么办？可是问题是你如果不让它迅速的去化，简单讲就是他本来列的那几条红线全部去掉了，他不敢嘛，他不愿意了，他觉得这样子会太让那些地产商获利嘛，因为你恒大只要打到对折，我跟你讲，一堆人进来买，抢着嘞，对不对？可是他认为这样不负责任啊，他认为这样让银行倒霉啊，那原来买的那些人也倒霉啊，那谁获利？资本家获利啊，对，可能会有一些外商的钱就进来扫货啊，然后其他的没事的地产商进来扫货啊，那中国大陆不愿意这样嘛，他就认为说，这个有责任的各方都要负担一定的损失啦，那尤其恒大你要吐更多钱出来嘛，我觉得中国大陆可能倾向这样的处理，那这样的处理就是说，政府有一个担保没有错。对，可是处理程序时间会拉长，所以为什么股价会大涨？投机性的资金进来嘛，因为他认为这个不会再跌了嘛，就是这样。政府出手了，对，可是并不意味着他的公司可以这个顺利进入好的经营状态了，你还是卖不掉啊，就那一页还没翻过去，早得很哦，早得很啊，但是对整体的经济的影响呢？没有恶化嘛，等于是没有恶化了。那总体经济实际上因为不止这一家嘛，可是其他的公司基本上都是资产大于负债，就是资金流的问题。对，可是就是流动性，就是资金，就是你那个资金会不会很快就把存货去掉了？简单讲了，比如说碧桂园现在资产大于负债嘛，所以它基本上是没有破产的问题，可是它的去化也牵涉到消费者恢复信心啊，人家愿意进场啊，可是就是会有一堆人认为说，好像还会再跌，就是会这样嘛，或者是手上有一些投资公司啦，比较有钱的大户啦，他就在那边看，他不是没有钱，可他不愿意进场啊，这我们广义讲，包括消费者啦，包括一些这种资金的公司嘛，还有钱人嘛，这一些嘛，那这个就是中国政府比较头痛的部分啦。就我现在进来接了，保证它不会恶化了，可是没有交易啊，它那个市场没有活络起来。它先前其实有非常多刺激房市的这个措施出台，但好像没有真的就是那个针打下去，好像没有真的打到对位置。没有啊，因为大家有很多人觉得还不够便宜啊，还在等。就是这样。可是我跟你讲，你如果拖久了，房子会折旧。对，那你真的拖久了就变成鬼房啊，就这样啊。那影响的就更多了。是啊，所以房市所以我说这个就是拿捏的问题。因为中国大陆现在网络上也有了，就是10大烂尾楼啊。有，我有看到。那个就是这个结果嘛。就是你事实上就是那段时间，那你不愿意迅速跌价，所以钱就进不来嘛。你不够便宜，人家为什么要接？可是这就是两难嘛，因为你如果够便宜，那银行怎么办？那也是跟银行借钱然后出来盖的。可是银行这里就变成呆账啊。对啦，因为你那个钱就收不回来嘛，就1毛都没有。是啊，就是要用很便宜的价格去做账啊，那你银行就会造成巨亏嘛。对，就是这样嘛。所以我是觉得中国大陆有点在这边这个难为啦，就要保护
购买者的权益，那又要避免银行变成呆账巨亏，那一方面又要这个出事的公司要多拿出一点钱来，那一方面又不希望折价太多，那个消费者要逐渐进场，这几个目标的管理有一些是互相矛盾的啦，你知道吧？比如说我是买方，我当然希望你跌越便宜越好啊，对，可是银行就不乐见嘛。对，可是我如果是卖方，或者是我是借钱的人，我就会希望说你价格卖越高越好，我拿回来的东西越来越多，对，可是你卖不掉，我还可以拿到利息。你现在这个价格卖不掉嘛，那你的去化是有时间压力的嘛，你如果再拖个3年就变成中古屋嘛，就真的不值钱。你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嘛，那我宁可去买新的房子啊，所以总金的影响会大吗？不，这样就是没有恶化，所以总金就不会迅速恶化。可是这个去化的过程，就是你这个市场上就一堆僵尸啊，你懂我意思？没有交易，没有流动，就是僵尸嘛。那久了就变成鬼房嘛，就卖不掉了嘛。所以你必须要拿捏好，你不能够拖都卖不掉，那拖到3年以后怎么办？变僵尸之后，那你的房地产就没有热钱，没有新的钱进来，就转不动嘛，就会变成这样。就会可能影响到总金，所以这个时候看到政府出手。到底有没有办法真的这一针打下去之后，让它什么鸡血嘛？激活。我跟你讲，那个蔡正元他就是主张要用市场逻辑的啦，他就认为要去化啦，对，他就是主张这样嘛。对，可是中国大陆不赞成。他就说，就是你就赶快让他去处理嘛，回归市场机制，那钱就进来，那我跟你讲，就开始整个活络起来。这个处理的模式就是把它列为不良资产嘛，那就会有人进来收购嘛。但其实可是对银行来讲是重伤嘛。我们第一次金改就是这样造成的嘛，就是你银行就会重伤嘛。那中国大陆不愿意这样嘛，他觉得这样这些房地产商太不负责任了。所以他就要慢慢挖嘛，挖呀挖，你给我藏钱，你慢慢给我回来这样。听说海外的资产也是个几十的亿呀，这些几十的亿或几千的亿会回来吗？没有人知道，不知道，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对，现在可能也还要先查清楚他在哪里。你儿子被拘留了。我当妈的，我一定感谢。我有多少我拿多少，你放了我儿子吧。那个钱不管了，放了我儿子吧。今天非常谢谢亮哥来到我们现场参加我们的全球大量化。好，也要提醒大家，我们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1点半左右，等等呢，再过30分钟，2点呢就会开始去这个新闻大白话。不过我们现在的直播呢时间是已经挪前到2点15分。本来呢是隔天看得到，现在已经变成2点15分线上直播，也就是呢跟实际时间晚15分钟。但是大家如果在聊天室留言的话，我们都还是会跟大家对话，欢迎大家呢在线上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互动。今天要非常谢谢亮哥来到我们全球大量化，同时也再次谢谢大家，我们下个星期再见，拜拜，拜拜。